就在此时，一股传送之力自古殿浮现，笼罩了在场的所有人。下一刻，楚风等人便全部回到了最初那座广场之上，所有活着出来的人都在这里，包括未能进入古殿的龙小小等人。不仅如此，虚空之上同样出现了一座由阵法凝聚而成的榜单，榜单巨大，挂在虚空之上，上面还布满了名字，正是楚风等人此次的排行。所有人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那榜单吸引了，可忽然又有一股传送之力笼罩了楚风。当传送之力消散，楚风进入了一座寺庙的院子当中，在这院子内有着一位穿着朴素袈裟的老僧，老僧瘦瘦小小，满面慈祥，而他的手中握着一串佛珠，那串佛珠正是之前刘阔所拿着的佛珠。九颠大师，楚风试探性地问：楚风施主，我们终于见面了。老僧笑道：晚辈拜见九颠大师。楚风赶忙施以一礼，对方的回应不仅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关键这个声音正是先前楚风血脉暴走时那让楚风恢复清醒的声音。楚风施主，无需多礼。九颠大师原本面带微笑，可忽然剧烈的喘咳起来，并且越咳越严重。楚风早就发现九颠大师脸色不好，于是此刻也是释放出精神力进行观察。楚风发现九颠大师是反噬所致，这是伤而并非病情，并且情况应该出现没有多久。大师，您莫非是因为刚刚助我？见九颠大师负伤，楚风第一个联想到九颠大师先前将他唤醒，九颠大师其实只说了几句话，声音便无法传递，这说明是受到了阻碍。楚风早就从刘阔那里知道，虽说九颠大师是明面上九天之巅的掌控者，但实际上九天之巅并没有被九颠大师真正的掌控。比如九天之巅选择来到这里，便是九天之巅自己的决定。这一次的九天之巅，很多事情都是九颠大师无法插手的。正因如此，九颠大师强行插手，可能遭受了九天之巅的反噬，所以才会负伤。楚风施主，贫僧的伤势无碍。九颠大师的笑着说道。但这个回答倒也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九颠大师的确是为了帮他才负伤的。大师，您先前告诉我，我母亲没有被七界圣府剥夺血脉，是您为了让我冷静欺骗我的，还是您真的知道关于我母亲的一些事情？楚风询问道。现在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母亲的安危，有些事其实不方便说，但打消你这个疑虑还是有必要的，否则贫僧担心对你日后的修炼有所影响。所以贫僧接下来对楚风施主说的话，还请楚风施主不要外传。九颠大师嘱咐道。有劳大师告知。楚风道。贫僧并不知道你母亲与七界圣府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贫僧通过九天之巅掌握的阵法力量，观察过界天。通过观察，贫僧发现界天的王之血脉并非是天生便有，但七界圣府只有你母亲有王之血脉。正常来说，界天的王之血脉既不是他天生具备，那只能是你母亲的王之血脉移植到了界天的身上。可根据贫僧观察，界天的王之血脉并没有你母亲的气息，甚至与你母亲没有任何关联。别的贫僧不敢说，至少界天的王之血脉绝非是你母亲的王之血脉。九颠大师说道。难怪他不让楚风外传，他通过九天之巅观察了界天的情况，这应该不是很合规矩，况且这还关乎着七界圣府的事，所以大师您是因此有了我母亲血脉尚未被剥夺的推断。楚风问。的确，这只是贫僧的猜测，界天染对你的敌意确实有些难以理解，可贫僧曾经见过界天染是如何待你母亲的，那等宠爱的程度是独一无二的，至少贫僧从未见过界天染待其他人如待你母亲那般。贫僧并不相信那样宠爱你母亲的界天染会舍得剥离你母亲的血脉，毁了你母亲的前程。九颠大师说道。他这种人霸道惯了，只要忤逆他的命令，他什么事做不出来。楚风道。在楚风看来，界天染就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于你而言，界天染的确十恶不赦。九颠大师说道。他知道界天染对楚风不好，所以并没有否定楚风对界天染的评判。站在楚风的角度，他的这个评判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这个评判都是轻的。楚风施主可曾听闻过血脉相连？九颠大师问道。听过。楚风说道。贫僧曾得到过一件宝物，这宝物蕴藏着非同一般的阵法力量，若是加以阵法调整，此宝物便能更深层次的感受血脉力量，虽不能有助于修炼，但也许能够达到血脉相连的效果。楚风，你可以试试看，看你能否感受到你母亲的血脉之力，若是可以，贫僧相信你能通过血脉相连判断出你母亲的状态。答案自然知晓。九颠大师说话间取出了一个铜盆，这铜盆十分古老，乃是太古之物，铜盆上面刻着阵法纹路。九颠大师又取出一张符纸，符纸上面已经布好了阵法，那应该是九颠大师布的阵法。通过符纸上的阵法纹路，楚风就能判断这的确是与感悟血脉有关，但却与修炼无关。九颠大师将符纸递给楚风。楚风施主，多谢大师。楚风身为界灵师，自然明白九颠大师的意思。楚风接过符纸，稍微释放结界之力，那符纸便如刀一般锋利。楚风用这符纸割破了自己的手腕，旋即将符纸丢入铜盆之中，符纸入盆，立刻化作阵法，形成如水一般的透明液体。紧接着，楚风又将流血的手腕浸泡在铜盆之内，此时铜盆内的阵法纹路开始运转，楚风也是赶忙闭上双眼。楚风能够更深层次的感受到自己的血脉之力，天雷血脉、王之血脉。楚风没有任何犹豫，将自己的意识集中在了对王之血脉的感受，因为阵法已经设好，就是通过血脉相连，感受父母传承的血脉状态，再通过父母血脉状态判断父母的状态，一切非常顺利。很快楚风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他能感觉到除了自己血脉之外的血脉，那同样是王之血脉，而那个血脉的感觉非常健康，这让楚风松了一口气。倘若阵法属实，九颠大师也没有搞鬼的话，
按理来说他感受到的应该就是他母亲的王之血脉，从这个血脉判断他母亲应该安然无恙才对。关键是九颠大师也没必要搞鬼，所以楚风原本悬着的心此刻落下了不少。看来说谎的乃是谢天然，阵法有时效性，并且也有一定限制。眼下楚风所感受的已是极致，想感受更多阵法也不支持，所以楚风睁开眼眸，将意识调回。这一次楚风主要将意识集中在了天雷血脉之上，他想感受一下父亲的血脉是否有异样。这感觉，可当楚风意识集中于天雷血脉之后，却是内心大震。楚风发现那阵法力量并没有将他引入丹田内的九色神雷，反而将他带入灵魂深处，一个深到他也无法接触的地方。而在那里同样有着九色神雷，可丹田之内的九色神雷还在。倘若感觉没有出错，那楚风体内有着2重天雷血脉。可就在楚风想要继续感受，想确定自己是不是感受错了的时候，一切停止了。楚风睁开眼睛，发现铜盆内的阵法力量不仅消散，铜盆内的阵法纹路也消散了。铜盆依旧古老，散发太古气息，可除了古老已没有任何用处。看来铜盆上的阵法纹路只能使用一次，难怪连九颠大师都无法确定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因为他之前也没有使用过。楚风施主，难道这个方法行不通？九颠大师见楚风脸色并不好看，以为是楚风失败了。方法可行，只是大师这铜盆只能使用一次吗？楚风有点不死心，是只能一次。九颠大师道，大师可还有其他方法能让晚辈再有刚才的感受？楚风问。贫僧布置的阵法只有引导作用，归根结底还是看着铜盆内的力量。九颠大师道，晚辈明白了，多谢大师。楚风知道九颠大师这里应该是没有办法了，于是说道，大师，我刚刚确实感受到另外的王之血脉，但我无法确定那是不是我母亲的王之血脉。虽然感受到了，但可能因为阵法有限，因此并没有特别亲切的感觉，也感受不到我母亲的气息。不过我感受到的王之血脉是很健康的，是极其完整的。楚风说道。看来贫僧还是没办法打消楚风施主心中疑虑。九颠大师道，大师，事关我母亲安危，除非我真的见到我母亲安然无恙，否则的确无法心安，还请大师见谅。楚风略感歉意，因为他觉得九颠大师与他素不相识，如此帮他已是仁至义尽。楚风施主，贫僧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贫僧也想尽量帮你打开心结，但我那弟子应该与你说过，九天之巅阵法力量虽强，可实际上与贫僧无关，贫僧无法用九天之巅的力量帮你窥探七界胜负的情况，不然的话倒是能够给出准确答案。九颠大师道，大师，您对晚辈的帮助已是足够多了，若不是先前大师运用着阵法力量让晚辈清醒，晚辈恐怕真就中了戒天染的计了。楚风说道，嗨，贫僧其实也想不通，戒天染为何对你有如此大的敌意，他本不是如此不讲道理之人才对。九颠大师叹道，前辈与他早就相识。楚风问，不过只是相识，没有太深交情，若要说交情，倒还不如贫僧与你母亲，你母亲当年还帮过贫僧一个忙，今日贫僧也算还了这个人情了。九颠大师忽然叹道，本来楚风还觉得九颠大师帮助自己乃是纯粹因为他心善，不曾想竟是因为其母亲。楚风施主，这九天之巅可还有想见之人？九颠大师又问道，大师，九天之巅是到此结束了吗？楚风问，是，未能入榜之人都已强行驱逐离开了，入榜之人其实也没什么奖励，是贫僧故意没让他们离开，贫僧是想你应该还想与你的朋友道别吧。九颠大师道，是，我还想见一见我的朋友，有劳大师了。楚风道，徒手之劳而已，你都想见谁？贫僧将他们都传到这里来。九颠大师道，可此话刚刚说完，楚风还没来得及开口，九颠大师便猛然抬头望向了虚空之外，同时手掌握紧佛珠，目光也变得特别起来。大师，发生何事？只是看九颠大师的反应，楚风便知道应该是又有事情发生了。见楚风开口，九颠大师对着楚风一指，下一刻阵法入体，楚风的目光也能够打破九天之巅的屏障，再度看到外面的景象。此刻虚空又被封锁了，那是一道道附带雷霆的巨大锁链，锁链交织形成一道雷霆锁链大网。虽然楚风目光有限，可看那个架势，应该是将整个世界都封锁了起来。是黄府天族。楚风第一反应便是黄府天族的人。楚风他们已经了解黄府天族的情况，可是外面之人显然还并不了解。原本各方人马还沉浸在刚刚楚风与七界胜负的事情之中，突然间出现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因为那封锁天地的锁链力量极其强大，而这样的手段并不符合他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个庞然大物，陌生而又强大的手段让他们产生未知的恐惧感。唯有宋长生知道那锁链从何而来，除了宋长生之外，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星空中还站立着一道身影，那是一名中年模样留着一头白发的男子，他的穿着与黄甫圣宇等人一模一样，就连身后也背着一个黑色的木箱，正是此人。丢出的雷霆锁链封锁住了那方世界，孱弱的蝼蚁们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修武者，颤抖吧，这是你们的末日，也将是你们开眼之日。明明独自一人站在星空之中催动着那锁链，可中年男子的嘴巴却是念念有词说个不停。实际上自当他出现之后，嘴里便一直自言自语地说着。宋长生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一个瞬身来到男子面前。哎呀，见到突然出现的宋长生，男子也是吓了一跳。你是何人？男子对宋长生问道。我是谁不重要，但我知道你不属于这个时代，奉劝你一句，不要打破此地平衡。宋长生说道。你说的对，你是谁的确不重要，反正都是当代修武者，不过我是谁很重要。中年男子说道。我不关心你是谁，我只希望你尽快离开。宋长生道。不，你会关心的，因为我看得出来你能出现在这里必然实力不弱，在当代修武者之中你的地位应该很高，但你今日就要死了，而杀你的人便是我。
皇甫战天，皇甫天族建族以来第2强的天才，能够死在我皇甫战天的手中，你也算是3生有幸了。此话说完，自称皇甫战天的中年男子意念一动，一股威压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那威压覆盖面积很小，几乎刚好只覆盖了宋长生一人，可威压极强，是凌驾于真神之上的力量。这道威压，哪怕真神巅峰触碰，也将粉身碎骨，化为灰烬。可是当这道威压从宋长生身上掠过之后，就只像是一道劲风吹过，吹动了宋长生发丝，也吹动了他的衣衫，可他却是毫发未损，就连衣角都未曾破损。你竟有如此境界！先前还自信满满的皇甫战天，此刻目若待机，现在离开还来得及。宋长生说道：哎呦，你好装啊，你该不会以为我堂堂皇甫战天会败给你吧？皇甫战天说话间，将身后箱子取下，随后一把雷霆长枪出现在其手中，那是一把神兵，神兵在手，皇甫战天的战力顿时大涨，哪怕在这无边星空之中，周遭的空间也是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可就是面对如此威势的皇甫战天，宋长生却忽然将目光投向了世界之中，因为在那被封锁的世界之中，又有数千道身影浮现，他们的穿着与皇甫战天一模一样，都是皇甫天族之人。眼下那些人正在快速的向9天之巅的方向飞掠而去，很快就要与7界圣府等各方人马碰面。你再看向哪里？忽然一道长枪从天而降，向宋长生劈砍而来，是皇甫战天的攻势。宋长生探手一抓，便将那神兵长枪徒手接下，随后手臂猛然用力，握住枪身的皇甫战天便承受了巨大的力量。此刻他周身的空间瞬息碎裂，强大的力量让其猝不及防，直接跪在了半空之上。混账！对于这一幕，显然不在他的预料之中，他顿时暴怒，屈辱，因为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于是他使尽全身力气，想要站起身来，但却根本无能为力。于是其额头之上浮现雷纹，雷纹浮现，其修为得到提升。可哪怕如此，他仍无法抗衡宋长生单手所传递来的力量。雷霆变化，皇甫战天身上有雷霆铠甲浮现，其修为再度大增，但哪怕如此，却也依旧无法站起身来，依旧无法改变这一切。这一刻，皇甫战天愣住了，他显然有些无法接受，但却又不得接受。他看向宋长生，发现宋长生根本都没看他。宋长生在打量着那方世界内发生的事情，看到这样的宋长生，皇甫战天脸上的怒火也是随之消散，连他自己都觉得他不该愤怒，对方太强了。我说，你似乎不想杀我。皇甫战天问，我没有杀你的理由。宋长生说话的时候，目光依旧注视着那方世界。那我不管下面的事了，你能不能就当作没遇到过我？皇甫战天问道。可以。宋长生道，那你能不能别把我败给你的事说出去？皇甫战天又问。听闻此话，宋长生才看向皇甫战天，松开了那抓住神兵长枪的手，伴随其放开手掌，那压迫住皇甫战天的力量也随之消失，这才说道：可以。此时皇甫战天得以起身，竟对着宋长生施以一礼，多谢。话罢，他竟也站在宋长生身旁，看向世界内发生的一切。此刻皇甫天族的众人已是来到了9天之巅的位置，汇集于那里的各方势力都被皇甫天族的众人所吸引，因为这伙人他们从未见过，但看他们的穿着，再看着封锁世界的雷霆锁链，人们下意识的便将这伙人与封锁世界的罪魁祸首联系到了一起。可也正因如此，人们不敢大意，他们能够预料到这货来路不明之人实力很强。忽然一道身影凭空出现，紧接着数万道身影整齐的落在其身后，在虚空之上与皇甫天族众人形成了对峙之势。是7界圣府之人，为首的正是7界府主界天染。来者何人？界天染问。皇甫天族。皇甫不凡为首的一名男子说道。皇甫天族，难道说与进入9天之巅的那5个人有关系？众人起初只是怀疑，可伴随各方小辈已经从9天之巅出来，很快各方势力也都得到了关于皇甫圣宇等人的线索，自然也就知道这所谓的皇甫天族还是远古时期便传承下来的天族。可远古时期的存在一直都是隐秘于遗迹之中，与他们的生活不会发生冲突，怎么这一次就出现在了这里？这件事非同小可，很可能关乎浩瀚修武界日后的格局，因此各方势力也都是面色凝重，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7界府主却是面色平静，问道：那锁链是你们布的？是。皇甫不凡说道。有何用意？7界府主问。我皇甫天族有后辈进入了9天之巅，但有人死在了里面，若不给一个合理的说法和赔偿，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也要一起陪葬。皇甫不凡说道。这也太霸道了吧！听闻此事，各方人马都感觉荒唐，既是试炼，难免会有伤亡，既然赶来，就要有心理准备，哪有死了还要赔偿的？这着实太霸道了一些，并且还要所有人陪葬。若只是这方世界的原住民也就算了，可现在这方世界内可是汇集着浩瀚修武界各方势力的人马，汇集的乃是整个浩瀚修武界的精英，甚至连界天染这种被誉为当代最强之人都在这里，对方竟敢说出如此话语，简直猖狂至极。远古时期没有规矩吗？界天染问。规矩当然有，可规矩是由强者定的。皇甫不凡说道。言外之意，他们是强者，一切由他们说了算。老夫今日不想杀人，你们解除封锁，直接离开吧。界天染摆了摆手。听闻此话，皇甫不凡发出一声冷笑。你好像没搞清楚状况。话罢，一股磅礴的威压自其体内释放而出，瞬息之间席卷四面八方，几乎这方世界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强大的气息，而被这威压直接覆盖之人更是一个个面如白纸，目露绝望。他们能感觉到这威压有多强，那是凌驾于真神之上的力量。天神，他乃天神境强者，天神何等存在，世人怎能不知？正因为知晓，他们才恐惧，因为天神已经消失很久了。他们在场之中，真神强者倒是有着不少，
但就算联手，恐怕也难以对抗天神。如今天神要杀他们只能等死。可就在众人只因一缕威压，便感到绝望之际，这方天地忽然光芒普照。当那光芒浮现，皇甫不凡的威压竟被瞬息化解，因为那光芒释放的力量比皇甫不凡更加强大，而那光芒正是源于界天然。这感受到界天然所释放的气息，众人的神情更加复杂。可是相比于外人，7届圣府的众人却是为之狂喜。府主大人他突破到了天龙境，府主大人他已是天龙界灵师，光芒更加耀眼。原来是那光芒面积扩大，本环绕界天染的光芒已将皇甫天族的所有人都覆盖在了当中，但并未持续多久，散发光芒的结界便消散开来。只见界天染站在当中，而皇甫天族的所有人都飘在半空，却全都气息全无，也包括那达到了天神境的皇甫不凡。死了，皇甫天族的强者全都死了。这么快，虽然预料到界天然可能会赢，但没想到赢得如此轻松。毕竟对方可也是有天神境这种传说中的存在啊！这老东西敢杀我皇甫天族之人！世界之外，皇甫战天目露杀意，但很快看向身旁的宋长生。目露忌惮，他并不知道宋长生与7届圣府的关系。宋长生也有些犹豫，他不愿多管闲事，可却也知道7届府主是楚风的一道阻碍。犹豫片刻，他还是说道：“我与他不熟。”此话一出，皇甫战天立刻明白了宋长生的意思，手中神兵长枪转动，便准备杀入世界之中。可就在此时，一道结界光柱冲天而起，竟直接轰穿了封锁世界的结界锁链，光芒快速蔓延，向远处四散而去。所过之处，雷霆锁链尽断，而那光柱也是自界天然体内释放而出的结界阵法。这老东西看到这一幕，原本准备杀入世界的皇甫战天犹豫了，而宋长生也是眉头微皱，这是出乎于他意料的一幕。界天然比他预想的要强，身在世界之内，抬头观望，场面更加壮观。漫天的雷霆锁链粉碎，但却并未坠落，而是被漫天的结界之力所拖住。这股力量，莫说抹杀真神，毁灭世界都是轻而易举。如果说真神巅峰毁灭世界仍需要大动干戈，界天然毁灭世界恐怕只需一念之间了。界天然此刻立于大地之上，那渺小的身躯却蕴藏着毁灭一切的力量。天上地下各方强者看着他，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眼神除了尊敬，更多的乃是畏惧。而界天染则是抬头望着虚空，此时他的目光仿佛能看穿一切，而所望之处刚好是皇甫战天所在的位置。皇甫天族的人听着，今日皇甫天族无故冒犯我辈，乃死有余辜。皇甫天族若要报仇，莫要滥杀无辜，找我7届圣府即可，但后果自负。界天然此话说完，掌心摊开，一团结界之力浮现，皇甫天族数千道尸体瞬息涌入阵法之内，就连虚空之上那断裂的结界锁链也在快速的进入那阵法之中。他竟能看到我。皇甫战天目露金色，旋即看向宋长生，那我败给你的事岂不是也被看到了？相比于被界天染看到，他仿佛更担心自己的败绩。他看不到我。宋长生道，那我便放心了。皇甫战天松了一口气，旋即取出一物，那件宝物似是镜子，当其捏动特殊法诀，便化作一道结界门。很快一道身影自结界门内走了出来，乃是皇甫尚武，拜见战天大人。皇甫尚武见到皇甫战天，立刻对其施以一礼，并且此时的他身体瑟瑟发抖，似乎是被吓得不轻，但见到皇甫战天后，颤抖的身体开始平复，说明他的恐慌并非是被皇甫战天所吓的。你看不到他？皇甫战天问。谁？皇甫尚武不解地问道。而皇甫战天所指自然就是站在其身旁的宋长生。看到皇甫尚武的反应，他便明白了，宋长生有着特殊的手段，这是他都察觉不到的手段。甚至他能看到宋长生，也是因为宋长生想让他看到罢了。所以宋长生没说谎，界天染的确看不到宋长生。仁兄，我若要走，你不会拦我吧？皇甫战天看向宋长生，请便。宋长生说道。仁兄，告辞。皇甫战天对宋长生施以一礼，旋即便带着皇甫尚武离开了此地。同时9天之巅内，楚风虽看不到皇甫战天和宋长生，但却看到了界天染的所作所为。原来他已突破到了天龙界灵师，能够轻易抹杀天神境的天龙界灵师，就算楚风血脉暴走也多半不敌。于是楚风看向九颠大师，多谢大师。他越发觉得，若是当时血脉暴走，后果将不堪设想。贫僧也爱才，就算不认识你母亲，也不愿看到你被扼杀。不过楚风施主，有一件事还望不要怪贫僧多嘴。贫僧知道你天赋利奥的，但真的莫要小看界天染。如今世人只知你的母亲界染清曾横扫一个时代，可实际上当年的界天染同样横扫一个时代。界天染也是惊艳一个时代的天才，不仅在3万年前就坐上7届圣府府主之位，且在那个时候他就早已是神袍巅峰。在你母亲出世之前，他是被誉为能成为7届圣府有史以来最强府主之人。九颠大师讲这番话的时候，面露凝重，哪怕是他也是有些忌惮。多谢大师提点，我会注意。楚风回道，他不会轻视界天染，但也绝对不会惧怕界天染。楚风的想法不会变，若他母亲安然，有些事情他可以不计较，毕竟他要考虑他母亲的立场。但若他母亲有事，7届圣府都要陪葬。前辈，能先让我见王强吗？楚风对九颠大师说道。当然。九颠大师点头，旋即布置传送之力，将楚风传送到了王强的住处。与此同时，皇甫战天骑着一匹覆盖雷霆的黑色战马于星空奔腾。此马较为特殊，不仅比寻常的马要高大1倍，且身上有雷霆涌动。关键是它虽是生命体，但却与战船、战车等宝物有相同之处，可根据主人的修为而提升它的速度。所以此马虚空奔腾，速度极快。虽仍在血脉天河，
但却远离了燃脉凡界。大人，刚刚您在对谁说话？坐在皇甫战天身后的皇甫上武问道。不该问的事别问。皇甫战天道。晚辈错了。皇甫上武道。就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了？皇甫战天又问。晚辈不知道，我们进入9天之巅的试炼，就全都分开了，而晚辈愚钝，未能进入最深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晚辈出来之后，便没有看到少主他们。皇甫上武说道。皇甫圣宇也死了。皇甫战天问。死了？少主死了吗？皇甫上武脸色大变，他可没想到皇甫圣宇会死，但他知道，若是皇甫圣宇死了，那可是极其不得了的事情。皇甫圣宇不仅是当今皇甫天族族长的亲儿子，更是皇甫天族的未来。皇甫不凡的手中有你们的生命令牌，他说你们出事了，所以才封锁了燃脉凡界。既然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出来，那其他人自然是死了。皇甫上武说道。楚风，一定是那个楚风做的。皇甫上武说道。楚风是那个征服了麦之本源的小鬼。皇甫战天问。麦之本源？皇甫上武目露不解，他可没有看到楚风征服麦之本源的画面，自然不知道这些事情。你怎么一问三不知？皇甫战天有些不耐烦。皇甫上武脸色发白，他确实没听过麦之本源，但他不知如何回答。看得出来，他很怕皇甫战天。那你为何说皇甫圣宇他们的死与楚风有关？皇甫战天问。因为那楚风处处针对少主。旋即，皇甫上武将楚风凭借界灵以及血脉先后2次战胜皇甫圣宇的事情告知了皇甫战天。那个楚风竟比皇甫圣宇血脉更强，难怪他触发的血脉暴走气势有点吓人。莫非他是圣之凡品？皇甫战天若有所思。圣之凡品？大人，那楚风的血脉真的会比少主还强？皇甫上武赶忙问道。从小到大，他都被灌输皇甫圣宇血脉无敌的思想，因此哪怕亲眼见到皇甫圣宇在血脉武斗台被楚风压得如狗一般趴地不起，可他仍不敢确定楚风的血脉在皇甫圣宇之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皇甫圣宇虽强，但却并非天下无敌。我告诉你，据说在远古时期，最强的天雷血脉可是达到了圣之王品。皇甫战天说道。王之圣品？大人，王之圣品便是天雷血脉最强的品阶吗？皇甫上武问。王之圣品便是我们天雷血脉的尽头。不过事实上，如我这般达到将品的都已是少之又少，能达到圣品的就更加利奥的，不然为何皇甫圣宇会被视为皇甫天族未来？皇甫战天道。那这样看来，那楚风真的很有可能在少主之上。皇甫上武回想起楚风展现的一切，尤其是楚风站在血脉武斗台时带给他的压迫感，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不是有可能，几乎是一定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代修武者了。当代修武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弱，难道你刚刚没看到皇甫不凡他们被杀？皇甫战天问道。晚辈其实看到了。皇甫上武的确看到了，不然也不会躲到传送阵中。事实上，他被皇甫战天从阵法内传送出来，之所以会瑟瑟发抖，就是因为看到皇甫不凡他们被杀了。他本来以为他也要在劫难逃的，没曾想皇甫战天也来了，能够得救，在他意料之外。战天大人，那7届圣府府主敢明目张胆杀我皇甫天族之人，我皇甫天族是不是该灭了他们？皇甫上武问道。7届圣府似乎有点不简单的，对付他们还要从长计议。不过那个楚风，他胆敢杀皇甫圣宇的话，族长可不会放过他。皇甫战天说道。楚风，我劝你们别动。可忽然一道声音自其前方响彻，定睛一看，是宋长生，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了皇甫战天前行的路上，吓得皇甫战天赶忙停下。干嘛跟踪我？皇甫战天有些怕了。此时他几乎能够确定，宋长生是他无法战胜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他来说具有极大的威胁。这也是为何当宋长生表示可以放他离开的时候，他直接带着皇甫上武离开的原因，就是害怕宋长生反悔。可现在宋长生又追上来了，他是真的害怕宋长生杀了他。宋长生没有回答皇甫战天，而是直接说道。你皇甫天族有何目的？与我无关，你们想如何，我也不会插手。其实今日我护着燃脉凡界，也是受人所托，不然我也不会拦住你。所以日后无论你皇甫天族做什么，只要与我无关，我便不会再管。但是楚风，我劝你皇甫天族不要动，他若没事倒也罢了，他若出事，你皇甫天族的传承便是到了头。听闻此话，皇甫战天也是意识到了什么，于是赶忙问道。感谢仁兄提醒。仁兄，那你干脆好人做到底，麻烦告诉我一下楚风到底有何背景？然而宋长生并未理会他，而是直接身形一转，便消失在了皇甫战天的视线范围之内。见状，皇甫战天眉头紧皱，他没有继续赶路，而是站在原地若有所思。大人，您在与谁说话？皇甫上武问道。一个当代修武者，实力在我之上。皇甫战天问道。实力在您之上的当代武者？听闻此话，皇甫上武极其震惊，因为皇甫战天的实力他是有所耳闻的。皇甫战天的实力是不弱于他们族长大人的，正因为足够强大，皇甫战天与皇甫天族的地位也极为特殊。若是有当代修武者比皇甫战天还强，那他皇甫天族岂不是就斗不过当代修武者了？大人，那他对您说什么了？皇甫上武好奇地问道。别多问，这种事知道多了，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就比如刚刚那位，他并不想暴露他的身份，我都有可能被他灭口，何况是你？我若现在告诉你了，他要杀你，灭口我可拦不住。皇甫战天道。大人，是晚辈多嘴了，您千万别告诉晚辈。皇甫上武赶忙说道。嘿，不行，要死一起死。为何皇甫不凡他们被杀，我没有直接出手相救，就是因为我被此人牵制住了。皇甫上武脸都绿了。大人您别说了，晚辈不想知道了。可皇甫战天根本不管皇甫上武，而是继续说道。还有，他刚刚现身是提醒我不要动楚风，他说我皇甫天族做什么事他都可以不管，可若是动了楚风。可说到这里，皇甫战天则是不说了。可听到这里，
皇甫尚武实在好奇，忍不住追问道：会怎么样？我皇甫天族的传承将到此为止。皇甫战天道，所以大人所说的那位比大人更强的当代修武者，与楚风是一伙的，难怪这楚风如此的目中无人。皇甫尚武恍然大悟，是不是一伙的不能确定，他的语气有点怪，但是他不像是开玩笑，反正那楚风是不能动了。但是我有些担心啊，皇甫圣宇可是族长的心肝宝贝，倘若真是被楚风所杀，我怕他不听劝啊。皇甫战天叹道。皇甫尚武沉默了，他也觉得倘若确定是楚风所为，恐怕很难劝住他们的族长。皇甫圣宇于皇甫天族而言太重要了，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吗？皇甫战天忽然问道。晚辈，皇甫尚武有些茫然，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插手的了？你刚刚与我所说也只是你的分析和猜测，但我建议你不要告诉族内之人你的分析和猜测。虽然说谎不好，但若是你的谎言是对我皇甫天族有利的，那就是好事一件。皇甫战天说道。大人，晚辈知道了。皇甫尚武说道。与此同时，9天之巅内，楚风已经见到了王强，而他之所以要见王强，是因为他此次在9天之巅，除了麦之本源，还有其他收获，这个收获也是非同小可。楚风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想看王强能否同行。王强的状态比之前好了许多，倒是不用一直修炼了，所以王强决定同行。不过实际上，王强和龙木西是没资格同行的，毕竟这个好处是在内古殿内获得的，只有身处古殿，并且用血脉之力破开了阵法之人才有资格。但是楚风也有私心，所以想将王强和龙木西一同带上，毕竟他是主导者，因此楚风觉得其他人也不会有异议。但问题就在于秦玄也在古殿之内，他也是有资格同行的，所以楚风又让9殿大师通过阵法让他见到了龙成宇和龙木西姐弟俩。虽说秦玄之前和龙成宇相处的看起来还可以，但毕竟苍穹仙宗是让图腾龙族落到今日田地的罪魁祸首，楚风还是想征询这2位好友的意见。若是他们介意与秦玄同行，楚风便用其他好处补偿秦玄。可谁曾想，龙成宇和龙木西并不介意与秦玄同行。根据龙成宇所说，之前在9天之巅试炼开始后，他与仙喵喵还有秦玄传送到了一起，他们3人被迫联手，不仅成功过关，且还在后面的路上遇到了皇甫凡逆。至于后面，便与皇甫凡逆打了起来，也就遇到了楚风。而在联手之前，龙成宇就问过秦玄关于苍穹仙宗勾结龙灵攻打图腾龙族之事，对此秦玄表示他并不知道，还问龙成宇是否调查清楚。他苍穹仙宗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并且在龙成宇看来，秦玄不像说谎，他应该真的不知情，所以他觉得关于苍穹仙宗攻打他图腾龙族之事，秦玄是没有参与的。实际上他一个小辈也很难参与这种事情之中，虽说他们立场不同，日后多半会有一战，但龙成宇觉得一码归一码，至少现在还是能够与秦玄同行的，甚至抛开各方势力恩怨，接触下来后，龙成宇觉得秦玄还挺对他胃口的。决定之后，楚风便让9殿大师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封锁的场地，旋即将王强、龙成宇、龙木西、仙海少宇、小鱼儿、仙喵喵、风铃、秦玄、宇文炎日等人叫到了一起，当然凌霄和介宝宝楚风也一起叫了过来。毕竟在楚风的认知当中，古殿之内出过力的人都有份，所以别说凌霄和介宝宝，就连跟宇文炎日一同出现在古殿的那2位神体天府的小辈，楚风也一同叫了过来。其实这2位实力较弱，他们不是神体天府最顶尖的天才，能够进入古殿应该都是托了宇文炎日的福，但他们既然在场，并且当时也帮忙破阵了，楚风就觉得应该带着他们。眼下众位天才小辈站在一起，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楚风的身上，颇有一种等待楚风吩咐的架势。先前他们亲眼看到其他人一个个被传送离开，唯有他们没有，他们便意识到可能是还有什么事情等着他们。诸位，之前古殿内的阵法大家都有出力，我楚风能够进去也离不开大家的帮助。我那个时候便说过，我们所得一起分享。我在里面倒是没有直接得到宝物，但却得到了一个机会。现在我准备去那个地方，那里究竟有什么我也无法确定，但据我得到的线索，那里面所拥有的好处可能是我们人生之中为数不多的机遇，对我们日后修炼会有不小的帮助。楚风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目露好奇之色。楚风大概是什么你知道吗？秦玄问道。楚风摇了摇头，但却说道，但一定会有收获，我建议大家还是同去。我可以去，但是楚风，我与你同行之事能否保密？秦玄道。他此话一出，神体天府的那2位也是连连点头。楚风，虽然我们相识很短，但我觉得你人不错，你与我弟弟说的并不一样，就不说别的，以你的实力完全可以杀我们灭口，这样皇甫圣宇他们的事情也就不会被传出去。但你没有那样做，甚至你现在所说的地方你也完全可以独自去，你有资格不与我们分享，毕竟我们其实只是出了一点点的力，真的就是冰山一角。非要说的话，我们其实没有资格与你同行，可你还是愿意带着我们，别说是我，凌霄和介宝宝你都不介意，这份胸怀我秦玄佩服。按理来说我不该有这种要求，可是我秦玄毕竟是苍穹仙宗的人，而7届圣府是我苍穹仙宗惹不起的，其实不只是我苍穹仙宗，神体天府应该也是一样。秦玄此话一出，神体天府那2位再度点头，是秦玄少侠说的对，我能理解，其实我也觉得我们此行需要保密。楚风说道。楚风，你能理解我们，可真就是太好了。见楚风阴郁，秦玄和神体天府那2位天才都是非常激动，他们是真的想与楚风同行，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这可不是楚风一面之词，当日那古殿内的一切他们也都历历在目，本身到达那座古殿就不容易，所以他们也能想象得到，那的确是非同一般的好处。不过我也有2个条件。楚风此话一出，秦玄与神体天府那2位都安静下来。首先，
我想带我的这2位朋友一起去。楚风说话间也指向了龙木西和王强。当然可以，这个你说的算。秦玄说道，而其他人也是表示赞同。我楚风与七界圣府的恩怨，你们应该都有所耳闻。我楚风的人头，现在对于七界圣府来说，价值不菲。我也不能确保诸位或是诸位身后的势力是否会想抓住我，来向七界圣府邀功。所以若是同行，我希望只有我们在场的人同行。为了确保万一，我会在你们身上布置阵法，隔绝你们与各自势力的联系。若是介意的话，那便不必同行，我也可以给予相应补偿。只是这个补偿可能也不会特别理想，毕竟此行是有风险的。若是不能同行，便不必面对这个风险，自然得到的补偿也就越加有限。楚风说道，我没意见。我觉得楚风说得非常对。王强立刻举手表态。见状，楚风则笑了，一把抱住了王强的肩膀。行了，我的兄弟，你就不用发话了，咱俩的关系他们应该看得出来，我也没意见。龙成宇立刻说道，我就不用问了，当然是支持大哥哥。小鱼儿笑眯眯的道，无条件的支持。仙喵喵也是甜甜的笑道，你们都支持，那我也支持。风铃也是笑道，实际上不仅是这些与楚风关系好的人，就连宇文言日、秦玄以及神体天府那2位也是表示同意，我也没意见。令人意外的是，凌霄也开口了，我也是。紧接着界宝宝也是开口，这2位的开口，就连仙海少羽他们都感到有些意外。本来他们觉得以凌霄和界宝宝的立场会直接退出呢，没想到他们也同意了。所以你们也要去？龙成宇问道。可以吗？凌霄问。这个我说的不算。龙成宇看向楚风，旋即所有人都看向楚风。说白了，楚风现在才是老大，一切都要听他的，他想带谁玩就带谁玩，他不想带，别人也没法说啥。先不说要去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关键是就算打，他们也打不过楚风。如果说此次9天之巅之前，谁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小辈，还有争议，现在已无争议，至少在场的天才都服。我与七界圣府的恩怨，暂时与你们还没有关联，古殿内你们也有付出，若要同行，当然可以。楚风对凌霄2人说道，那便也算我们2个。凌霄说道，好，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便好了办了。接下来我们借助9天之巅的力量离开这里，我先去准备一下阵法，诸位就在这里等我。楚风此话说完，便有一股传送之力包裹他。当楚风再度出现之时，又来到了九颠大师所在的寺院当中。九颠大师就在这里等着楚风。楚风施主可以动身了。九颠大师问道。有劳大师。楚风说道。你想去何处？虽不能直接帮你送到，但可以尽量带你一程。九颠大师问。大师，这里方便吗？楚风直接以结界阵法勾勒出了一个地图，那是图腾天河的一座上界之中，方便。九颠大师微微一笑，旋即捏住手中的一颗佛珠，另一只手捏动法诀，下一刻立于燃脉村上方，所有与九天之巅相关的阵法力量瞬息消失。这感觉九天之巅离开燃脉凡界了。七界府主竟然就这样让九天之巅离开了。燃脉村外的众人都察觉到九天之巅离开了，对此他们并不意外。九天之巅本非固定之物，是能自由移动的，所以才行踪不定。他们意外的是七界府主的态度，他们已经确认七界府主达到了天龙界灵师。九天之巅的阵法虽然厉害，但天龙界灵师同样厉害，毕竟这可是传说中的境界，而楚风应该就在九天之巅内。七界府主居然放任九天之巅离开而不管，这让他们有些想不通。可实际上七界府主还在那座浮空大殿内，他目光明亮，观察天外情况，是想确定九天之巅向哪个方向而去，但哪怕是他现在的修为，却也依旧无法观测得到。可对此他也不意外，九天之巅的阵法力量，他七界圣府历代以来都很想得到，一直未能得到，也是有原因的。他不是不想拦住，而是他没这个能力。于是他转头看向身后，天儿，起来吧。原来是界天就跪在他的身后。外公，我对不住你。界天不肯起身，甚至不肯抬头，但能看到滴滴泪水不断落下。天儿，你对不住的不是老夫，你对不住的是你自己。老夫选择这个时候公开你的身份，本是想让你一鸣惊人，但老夫万万没想到，你却成了楚风的垫脚石。若是他人也就罢了，偏偏是楚风。七界府主话到此处，苦笑着摇起了头。外公，可我没有输给楚风。界天说道。有区别吗？在九天之巅，当远古天族后辈挑衅之时，你在何处？七界府主问。界天不知如何回答。那个时候他被小鱼儿击败，却无法离开九天之巅，被流库关了起来。而伴随九天之巅小辈被传送出来，九天之巅的事已然传开，他也知道了。黄府天族5人乃是远古天族的传承者，并且实力极强，是楚风将他们之中最强的黄府圣女击败，守住了当代修武者的荣誉。九天之巅已然结束，那排行榜上的第一可是你？七界府主又问。界天仍无法回答，他也有一个第一，只是他的第一是淘汰榜第一，而楚风则是九天之巅真正的第一。除非有小辈能够击败楚风，如若不然，楚风在九天之巅的表现就是浩瀚修武界公认的最强小辈。七界府主继续问道。征服脉之本源的人可是你？界天双拳紧握，表情既不甘又低落。他已经听闻楚风征服了脉之本源之事，而脉之本源那种力量，他也不知道他能否征服，可他还是开口。外公，天儿保证不会再让您失望，我会击败楚风，让世人明白谁才是这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小辈。七界府主没有说话，他似乎已对界天失望透顶，不再抱有期望了。外公，请容许我入祖之境的修炼。界天说道。听闻此话，七界府主失望的脸上也涌现出一抹意外。你要去祖之境地，可想好了？七界府主问。外公，天儿想好了，天儿这次给您丢脸了，但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界天说道。天儿，祖之境地是什么地方？老夫早与你说过，你应该清楚里面的厉害，但你既然决定，老夫便成全你。老夫也希望你可以不再让我失望。神之时代，
你身上背负的可不仅是我七界圣府的未来，也是我七界圣府当下的荣耀。七界府主说道。与此同时，九颠大师为楚风专门准备了一个布阵的地方。楚风知道那些天才身上都有强大的守护阵法，在九天之巅，守护阵法被九天之巅的阵法克制，发挥不出作用。但离开九天之巅，他们的守护阵法便会恢复。楚风不能破坏人家的守护阵法，所以不能使用手之梦魇。想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彻底隔绝，哪怕对方配合，可是需要布置的阵法难度也是较大。眼下楚风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材料，但并未立刻布阵，而是进入了自己的丹田世界之内。有一件事，楚风想要确定一下。值得一提的是，楚风刚刚进入丹田世界，便发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红色雷霆，是那只红色的雷霆巨兽，它就在楚风面前，它好像早就在等着楚风了，才进来。怪耐得住性子的红色雷霆巨兽浑厚的声音响彻于无尽丹田之内，看来那不是晚辈的错觉。楚风见此一幕，就知道红色雷霆巨兽是想对他说什么。毕竟平时楚风叫他都不理自己，如此主动与自己沟通，这还是第一次，并非错觉。你的体内的确有2重天雷血脉。红色雷霆巨兽道。前辈为何会如此？楚风问。因为本尊选择了你。红色雷霆巨兽道。所以前辈们虽强，但并非我天生具备的血脉，我灵魂深处的天雷血脉才是我父亲传承给我的天雷血脉。前辈是我10岁那年进入我体内的吗？还是早就在我体内，只是于那一年觉醒？那前辈又是从何处而来？又为何要选择于我？还有我自己的传承血脉，我为何从来都感受不到它？楚风接连问道。其实红色雷霆巨兽说之前，楚风就已经有了一些猜测。在古界的时候，红色雷霆巨兽就说过，是他选择了楚风。楚风是10岁那年被9色神雷劈中，丹田内才出现9色神雷，修炼也是那时开始突飞猛进，所以可能就是那个时候9色神雷进入自己体内的。可为何丹田内的雷霆巨兽如此强大，却要选择自己？为何自己从小到大都感受不到自己的传承血脉？楚风有太多问题。小鬼，本尊只告诉你一件事，你的血脉暴走，与本尊无关。话到此处，红色雷霆巨兽大笑着远去，而他的笑声则是意味深长。楚风尽管有一肚子问题，也没有再追问。他知道红色雷霆巨兽不会再告知他更多，雷霆巨兽向来如此。不过楚风还是得到了一个线索，原来我每次血脉暴走是我的传承血脉。这个线索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但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楚风自身的传承血脉应该也不弱，毕竟能够引起血脉暴走，本身就需要极强的血脉才能做到。于是楚风忽然释怀的笑了。换做其他人，一直修炼的非自身血脉，而是后进入自己体内的血脉，定然会有些不安。毕竟若是这9色神雷跑了，自己以后该当如何？可楚风没有这种敢不安的叫，因为楚风一路走来，靠的可就是这丹田内那本不属于自己的血脉。楚风并未从丹田世界内走出，而是仔细观察了一下，旋即又闭上眼睛。脉之本源已被楚风所得，但无论是肉眼观察还是用心感受，却都并未在丹田世界内感知到脉之本源。至于自己灵魂之内的其他地方，楚风也同样感受不到脉之本源。莫非是我现在修为不够，得到了脉之本源也无法与其沟通？楚风有了这个猜测，于是便将意识投射回本体，开始布阵。关于脉之本源，楚风也并不慌，尽管感知不到，但楚风能够确定脉之本源就在自己身体之中，自己的传承血脉自己都感知不到，脉之本源这种外来力量若要隐藏，自然也是能够瞒得过楚风的。说到底还是现在的实力不足，楚风布阵花费了一些时间，但其实在他布阵的时候，9天之巅已在赶路，并且9天之巅移动的速度很快，虽比不上楚风使用9天力的传送阵的速度快，但至少是比正常的远古传送阵要快的。九颠大师显然是打算好事做到底，直接将楚风护送到楚风想要抵达的世界。在花费了一定时间后，楚风也是将所有阵法布置完成，便立刻找到了同降之人。诸位，这个阵法需要你们配合。楚风手握阵法，对众人说道。楚风，我先来吧。秦玄率先站了出来，他也知道龙城宇、仙海少羽、王强等人都是楚风朋友，说到底这里的外人没几个，而他是其中之一，并且他也知道了他们苍穹仙宗很可能参与了图腾龙族的叛乱，他的身份其实比之凌霄和界宝宝也大差不差，都是较为敏感的，所以楚风最需要提防的就是他。见状，楚风淡淡一笑，旋即告诉了秦玄该如何配合，随后便将阵法融入秦玄身体之中。秦玄的确非常配合，所以融合得很是顺利。阵法融合，从外表来看，秦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他不能使用一切与外界沟通的手段，哪怕使用宝物都会被察觉，甚至暗中传音也受到了限制，只能与在场的人暗中传音。秦玄之后，楚风接连将阵法融入到在场所有人的体内，但很快一道暗中传音同时映入王强、仙喵喵、龙城宇、龙木西、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的耳中。你们身上的阵法是假的，不会有任何隔绝，若是你们需要联系什么人，可以联系，不过此事暂时不要张扬，表面上我还是需要做到公平的。楚风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说到底他布置隔绝阵法就是为了保护自己，但在场很多人楚风是信任的，平日里他们应该也都是有人守护的，楚风总不能因为自己的安危而让朋友陷入险境。不过这也是看他们个人意愿，若是他们不想叫人陪同，也可以不叫，楚风只是给了他们可以叫人的权限罢了。楚风兄弟，能不能单独聊聊？有件事想和你说。忽然仙海少羽对楚风说道。当然。楚风直接大袖一挥，布置一座隔绝阵法。可仙海少羽进去后，却发现不仅楚风进来了，小鱼儿也进来了。你进来做什么？出去。仙海少羽说道。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听的吗？
小鱼儿并不愿意出去，怎么这么不听话？我就几句话要单独与楚风说，你出去一下不行吗？哥的话都不听了。仙海少语道，我又不是外人，况且我也没听过你的话。小鱼儿甜甜的笑着，可爱极了。无奈之下，仙海少语看向楚风，楚风，管管你家小鱼儿吧。见状，也面带笑意的看向小鱼儿，好了，我出去便是喽。只是一个眼神，小鱼儿便丢下这句话，溜出去了。真是妹大不中留喽，我这哥哥一点地位都没有。仙海少语故作可怜的叹道，但楚风知道他们兄妹关系极好，只是表面喜欢斗嘴罢了。于是楚风直接封锁隔绝阵法，他与仙海少语的交谈，外人便听不到。可楚风刚转身，便发现仙海少语就挨那个一个乾坤带递了过来，是宇文将要和宇文上扬身上之物。楚风未看，就有了猜测，是之前人多，不想你独揽罪名，由我仙海鱼族分担，你日后也能多个靠山。至于这些东西，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对我没用，不过对你应该有用。仙海少语说道，你留着吧，他们身上的东西还能好得过皇甫圣宇吗？何况一码归一码，你的心意我懂，但这些就是应当属于你的。楚风说道，楚风兄弟，咱们之间。仙海少语还想劝楚风，可楚风却说，就是因为是朋友，所以你便别和我墨迹了，不然都不像朋友了。我楚风不是客气的人，我若真需要，你不给我，我也会要。见楚风这样说，仙海少语不由笑了，旋即将乾坤带收了回去。那好吧，就只是此事。楚风问，对，就是此事。仙海少语道，你真是的。楚风有些无奈，但却忽然想到一件事，不由道，不过我有一事，正想问你。我不是拿到了皇甫天族2件神兵，皇甫圣女的神兵在认主于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真字，但一瞬即逝，不知你可知这有何寓意？楚风问，那是好事，说明这件神兵品质极好，只有品质足够好的神兵认主的时候才会浮现真字。仙海少语说道，原来是这样，懂了。楚风道，对了，之前和皇甫圣女交手，你没施展全力吧？楚风问，这个保密，不过你不必多想，反正我暂时打不过你。仙海少语笑道，对此楚风也笑了。而后经过一番赶路，9天之巅抵达了图腾天河的血墨上界。临别前，9颠大师赠送了楚风等人每人1件灰色斗篷。这斗篷倒是没有隐藏的效果，但是遮挡效果极佳，并且斗篷较为朴素低调，且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就是穿上这斗篷特别容易被人忽略，能降低存在感。楚风等人穿着这件斗篷，哪怕光明正大的在人群中行走，也很难引起别人注意。简单的说，穿上这斗篷就会显得极其低调。尽管楚风等人也会使用隐藏手段将自己彻底隐藏，但却也都将这斗篷披在了身上。眼下9颠大师并未现身，而是刘阔代表着9天之巅，将楚风等众小辈送到了一座传送阵上。楚风兄弟，诸位兄台以及诸位姑娘，那边后会有期了。刘阔笑眯眯的道，刘阔兄，此行多谢关照。楚风说道，楚风兄弟，你可别这么说，搞得好像你走后门了一样。小僧一直公平公正，我可什么都没帮你啊，你都是靠自己本事。刘阔说道，拉倒吧，公平公正，我第一个不服。秦玄撇着嘴说道，秦玄施主，这怪不得小僧，谁知道你会弃暗投明，早知如此，小僧就让你少睡几天广场了。刘阔道，他也不算弃暗投明，只是与我们同行罢了，说不定离开这里就说咱们坏话，派人追杀咱们。王强大嘴一咧，笑眯眯的说道。听闻王强此话，秦玄立刻慌了，赶忙摆手，王强兄，我可绝对不会。那谁知道呢？王强一脸坏笑，我真的不会。秦玄连忙表态，他虽是苍穹仙宗第一天才，可在这里却是最弱之一，随便一个小灭口，他都在劫难逃，他是谁都不敢得罪。而看秦玄是真的被吓到的样子，其他人也不由笑了。好了，我们要动身了。刘阔兄后会有期。楚风对刘阔抱拳道，后会有期。刘阔也是回以一礼。随后楚风等人便通过阵法飞掠而下，落在了大地之上。抬头一看，什么都看不到，就连楚风用天眼都观察不到9天之巅的影子，就像是9天之巅根本不在这里一般。可楚风却知道9天之巅明明就在他们的头顶之上，9天之巅的确很强。诸位走吧。楚风率先动身，旋即众位天才紧随其后，这些几乎汇集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小辈天才们正式踏上旅途。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位于这方世界的一片沙漠。龙城宇，这里是你图腾龙族的地盘，对于这里你了解吗？路上秦玄问道。图腾天河那么大，我怎么可能每个世界都了解？不过这里应该是丹道仙宗的领地。说起来，丹道仙宗那群家伙别被我带到一个我灭一个。提及丹道仙宗，龙城宇便气不打一处来。因为综合来说，图腾龙族一直待丹道仙宗不薄，可是丹道仙宗却帮助龙鳞叛乱，成了叛徒。处理完这里的事，我帮你一起对付丹道仙宗。楚风对龙城宇说道。不用，我图腾龙族能处理。龙城宇说道。丹道仙宗可不只是你的事。楚风道。啊，我差点忘记了。这样想起来，丹道仙宗真是该死，这种烂人组成的势力就他妈不应该存在，应该彻底灭掉。龙城宇想起了贾令仪对楚风奶奶所做的事，怒意更盛。丹道仙宗和楚风有恩怨。仙喵喵问道。喵喵姑娘，是这样的，丹道仙宗有一个名为贾令仪的老太太，她是丹道仙宗宗主的女儿，当年还年轻之时便与楚风的奶奶相识，但她嫉妒楚风奶奶的天赋，便联手司徒界灵门和仙徒的人去毁了楚风奶奶所在的家族。龙城宇也未隐瞒，而是当众将这件事情说了出来。这已不是秘密，只要有人想调查楚风，这是完全能够调查得出来的。这贾令仪还活着？仙喵喵问。此时他的眼中已有怒火浮现，贾令仪所做的事绝对算得上是血海深仇。他之前被楚风兄弟废了修为，抽了本源，如今只能苟延残喘，生不如死。
不过的确还活着，本来是被关押在我图腾龙族的，但现在应该被担到仙宗的人就回去了。龙成宇说道。楚风，你是想让他痛苦的活着吗？仙喵喵问道。他问此话的意思很明显，若是楚风的意思，他遵循楚风的意思；若不是，他都会出手解决此人。喵喵，我的事我来解决，这里的事结束，你就安心回去修炼。楚风说道。见楚风这样说，仙喵喵便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也不再多说。而从始至终，小鱼儿和仙海少羽都没插话此事。可提及假令仪时，小鱼儿那绝美的小脸上也是转冷。小鱼儿之前便知道此事，只是他知道楚风有楚风的想法，所以并未插手。别看小鱼儿平时像个小孩子，可是他却也有他的心思。很快，楚风等人便进入了血色沙漠，那是一片血红色的沙子组成的沙漠，一望无际，面积极大，再加上风沙漫天，哪怕他们这些修武者所视距离也会受到一定限制。这沙漠有问题。刚看到这片沙漠，凌霄还未飞落而下，也未认真观察，只是一眼就看出了这沙漠有问题。而楚风则是直接飞落而下，抓了一把沙子于手中。见状，小鱼儿、仙喵喵立马跟着落在了沙漠之上，其他人没办法，也是跟着飞落而下，就连界宝宝也是飞落了下去。他们都以楚风为中心，不过凌霄还是立于空中，他目光比之以往变得格外明亮，手中更是捏动着法诀，他在以自己的方法观察着这片血红色的沙漠。诸位，我们要找到的地方就在这片沙漠之中，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于我们将有着莫大的帮助，很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机缘之一，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大家也都用各自的方法观察一下，看能否观察出一些玄机或线索。楚风说道。好，众人立刻应下，且有人捏动法诀，有人拿出宝物，且双眼都不同程度的变得特别起来。他们之中也并不只是楚风、凌霄、界宝宝擅长观察之法，实际上哪怕修武者也有修武者自己的观察之法。诸位可有观察出什么？片刻后，楚风问道。有，这片沙漠的沙子应该蕴藏着阵法之力，但阵法之力极其微弱，甚至无法察觉。但这样浩瀚的沙漠聚集在一起，阵法力量便会无形之中浮现，会致使人产生幻觉。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影响应该不大。另外，这片沙漠之中应该还藏着秘密，那应该就是我们想要找的。凌霄说道。怎么感觉说了好像没说？龙成宇叹道。也并非没说，不是说了这里面蕴藏能让我们产生幻觉的阵法吗？只是对咱们没用。秦玄补充道。凌霄有些无语，他说的的确是他观察出来的，但是好像的确没有实质性的帮助。那你们有观察出什么吗？王强问。我们不擅长结界之术，并未观察出什么。龙成宇和秦玄同时说道。还不如人家凌霄呢。王强道。那王强兄，你有观察出什么吗？龙成宇和秦玄同时问道。嘿，我与你们不同，我是多少擅长一些结界之术的，不过我观察的与凌霄差不多。王强道。龙成宇和秦玄不由翻了个白眼，这等于没说，况且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万一只是学凌霄呢？所以总体来说，王强的观察和他们两个一样，没啥用。界姑娘，你呢？楚风看向界宝宝，因为楚风发现这里的人除了他之外，就只有3个人观察的比较认真，其中2个便是凌霄和界宝宝。至于其他人，大概的看了一会，发现观察难度较大，便都纷纷放弃了。所以在楚风看来，询问这3位即可。我与凌霄观察的差不多，若想观察更多，还需要仔细探索，最好走遍整片沙漠，仔细查探。虽然比较耗时，但应该会有收获。界宝宝说道。楚风微微点头，于是看向了小鱼儿。丫头，看出什么了吗？这个小丫头手里捧着一捧沙子，与白皙小手之间翻来覆去的，就像是在玩。可其实她就是除了凌霄和界宝宝之外，观察最认真的啊！大哥哥问我，小鱼儿看得太认真，一时间无法确定，而是仰着小脸看着楚风。对，看得这么认真，可有观察出什么？楚风问。大哥哥，这里面应该有3座遗迹，那3座遗迹都有各自的作用，看上是独立的遗迹，但实际上遗迹就是锁，若能破开3座遗迹，就能找到隐藏于这沙漠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小鱼儿说道。鱼儿姑娘，你来过这里？龙成宇问。没。小鱼儿摇了摇头。那你是看过关于这里的记载？秦玄问。没。小鱼儿又摇了摇头。那你是刚刚观察出的这些？王强也是问道。小鱼儿点了点头。真的假的？鱼儿姑娘怎么看出这么多？此时许多人都目光复杂，尤其是凌霄和界宝宝更是感觉难以置信，毕竟小鱼儿所言简直就跟看过关于这里的记载一般，也太详细了一些。倘若小鱼儿所说属实，那可非同小可，其观察力简直胜过他们数倍不止了。想不到你这丫头的观察力也这么厉害，这样就好办了。楚风不由笑道。那大哥哥，我观察的是对的。小鱼儿问道。而其他人就更加震惊了，毕竟楚风的话还是极具权威性的，看来小鱼儿真的是凭借自己的观察力观察出了这些，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不然楚风也不会夸他。你的观察都是对的。楚风说话间便以手为笔，在沙漠勾了起来，眨眼间他就勾勒出了一幅地图，那竟是整片血色沙漠的完整地图，且上面还标志了3个地点，这3个地方就是隐藏于这片沙漠的遗迹。小鱼儿说的是对的，这3座遗迹不是简单的遗迹，其实相当于是锁，只要打开就能开出隐藏之地，但开锁是需要顺序的。首先这个和这个，楚风分别指向2处遗迹，说道。这2个遗迹需要同时开启，只有同时开启之后，再开启第3个遗迹才能完成，并且这个开启方式是从踏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算了。楚风说道。踏入那一刻，众人有些意外。对，这遗迹内的阵法有一定感应范围，莫说踏入遗迹之内，只是踏入这个范围
就已经开始计算时间。楚风说道，所以我们要兵分两路。凌霄问。楚风点头，那我和大哥哥一起。小鱼儿立马站到楚风身旁，不行，小鱼儿，你与凌霄他们一起，你的观察力能帮到他们。楚风说道，好吧。见楚风这样说，小鱼儿虽有些不情愿，可却也立刻妥协。随后在楚风安排下，他们兵分两路，其他人一路，而楚风自己一路。因为破阵的时间需要相同，所以楚风他们需要同一时间进入那一记的领地范围，并且还要在同一时间完成破阵。这个其实并不难，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进入的时间以及破阵的时间。楚风唯一担心的就是凌霄他们不能在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布置好破阵的手段。至于破阵成功之后，他们便一同前往第3座遗迹，在那里汇合。楚风，我有个疑问。可就在动身前，凌霄忽然开口，你说。楚风道，我相信你说的，你之前也不了解此地，但是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观察出这么多线索的？简直已经了如指掌。凌霄实在匪夷所思，